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兰栅阁院人心隔案》故事解说。半山腰别墅区的业主沈宁遭遇了一场蛮不讲理的邻里纠纷。隔壁住户林小燕无端认定沈宁家1.8米高的院子围栏遮挡了自家4米高2楼的采光，执意要追责整改。面对邻居的无理刁难，沈宁没有半句争辩，当场爽快答应拆除围栏。看似退让妥协，沈宁心里早已盘算清楚所有后果。他转头立刻叮嘱施工工人，拆除围栏主体的同时，要一并填平围栏基座下方专门疏导后山暴雨的被水沟，彻底恢复地块原始的貌，不留任何附属设施。此刻的林小燕正躲在自家2楼窗帘后，偷偷观察隔壁的动静。看到沈宁二话不说配合整改，她心中满是得意，自以为拿捏住了邻居，却浑然不知自己逼迫拆除的不仅是一堵围栏，更是自家院落唯一的防洪屏障，亲手拆掉了守护自家房屋的防洪闸，为后续的灾祸埋下了隐患。没过多久，城管工作人员上门找到沈宁，告知他接到匿名举报，他家西侧围栏超出规划红线，属于违规搭建，需要配合整改拆除。沈宁心知肚明，整片小区西侧只有林小燕一户与自己相邻，这场举报不言而喻。工作人员贴心告知，只要沈宁能提供围栏审批手续，就无需全部拆除，可保留部分设施。但沈宁态度坚决，主动要求彻底拆除围栏，刨除全部地基，完全恢复土地原貌，不做任何保留。现场施工工人看着用料扎实、造价不菲的围栏，忍不住惋惜，觉得好好的精品围栏全部拆除太过可惜。沈宁不为所动，执意按照整改要求施工，不仅砸毁围栏主体与侵蚀底座，还将依附地基修建的水泥排水沟彻底刨除清理，严格落实恢复原貌的要求。暗处观望的林小燕看到围栏动工拆除，忍不住暗自嘲讽，直言高耸的围栏太过压抑，拆除后自家采光通透了不少。她还故作大度地向沈宁解释，自己举报围栏并非针对个人，只是为了维护小区整体规整秩序，营造和睦的邻里环境。面对他的虚伪说辞，沈宁神色平淡，简单附和，没有多余的争辩。回到家中，林小燕立刻和丈夫方建平分享战果，夫妻俩满心欢喜。二人心里都清楚，过去2年，沈宁家的围栏恰好遮挡住自家院子里未经官方审批的阳光屋，让这处违建得以隐藏。如今围栏拆除，这处40多平的钢结构违建彻底暴露在小区公共视野中，再也无从遮掩。早在去年，就有业主咨询物业阳光屋的合规性，物业早已明确答复，无审批的钢结构附属建筑属于违章搭建，只是此前被围栏遮挡，始终未被巡查发现。仅3天后，整片区域迎来整夜特大暴雨。沈宁家地势比林小燕家高出半米，此前依靠围栏底部的专属排水沟，后山汇聚的雨水能被及时疏导排空，从未出现积水问题。可如今排水沟已被彻底填平，山水失去疏导渠道，只能顺着自然坡度尽数流向地势更低的林小燕家院子。深夜暴雨肆虐，林小燕家院子迅速严重积水，一片狼藉。慌乱之中，林小燕急忙叫醒丈夫方建平一同抢险，看着院内被水泡坏、价值3万元的跑步机，满心心疼又焦躁。方建平仓促帮忙清理积水，事后猛然想起此前的排水设施，当即上门质问沈宁，为何要一并填平排水沟，笃定他是故意报复，针对性搞事。面对质问，沈宁语气平静，条理清晰地做出解释。他表明，排水沟是围栏地基的配套附属设施，既然围栏被认定为违建，需要彻底拆除恢复原貌，那么地基与附属排水沟自然属于违规设施，必须一并清理。自己只是严格配合执法整改，依规办事，不存在任何针对行为。方建平无从反驳，却依旧满心不甘，只能气急败坏地放狠话，扬言不会就此罢休。当天下午3点，走投无路的林小燕放下身段上门恳求，态度180度大转变，希望沈宁能重新装回围栏。她主动承诺撤销所有举报，保证日后不再挑事，只求恢复排水设施。沈宁明确拒绝，告知他城管已留存完整执法记录，即便撤销举报，重新搭建围栏依旧会被认定为违建拆除。林小燕接连退让，先是提议搭建半米矮围栏挡水，遭拒后又恳求单独修复排水沟。沈宁始终没有松口，他坦言原排水沟位置属于违建地基区域，如今无法确定在此施工是否合规，担心再次被举报违建，不愿反复卷入邻里纠纷与执法整改，因此坚决不再搭建任何附属设施。3天后，更大强度的暴雨突袭小区，积水问题彻底爆发。小区业主群内一片哗然，众多业主吐槽院内进水，其中73号林小燕家积水最为严重。清晨就有业主看到他家持续用抽水泵紧急排水，场面十分狼狈。随后，小区物业卫经理找到沈宁，转达3号业主刘太太的投诉，认为沈宁拆除排水沟改变了地表水流向，导致周边受灾，要求他恢复排水设施。
沈宁冷静厘清权责，向物业解释，排水沟与围栏为一体违建设施，拆除整改全程合规合法。若业主有异议，可直接对接城管部门沟通，自己无需承担任何整改责任。这番回应彻底激怒了林小燕，她认定沈宁是借合规之名蓄意报复，上门当众指责沈宁心胸狭隘、斤斤计较。沈宁从容反问对方，当初林小燕举报围栏时，口口声声标榜为了小区规范，如今自己严格遵守规范，清除所有违规隐患，反倒被定义为报复，逻辑根本无法自洽。林小燕被问得哑口无言，只能撂下狠话，悻悻离去。不久后，方建平主动上门致歉，代替冲动的妻子向沈宁认错，希望化解矛盾。沈宁坦然收下道歉，但明确划分权责，邻里致歉与排水纠纷是两码事，不能混为一谈。方建平见状，主动提出全额出资，请工人重建排水沟，所有施工费用由自己承担。沈宁随即提出核心顾虑，询问新建设施的产权归属。在得到产权归沈宁所有的承诺后，他依旧选择拒绝。他表示，该区域的附属设施已被官方认定违建拆除，自己无法保证重建后不会再次遭到举报，不愿承担未知的合规风险。同时，他建议对方从根源解决问题，在自家院内做防水处理，这是最稳妥的方案。方建平无奈表示，自家地势先天不足，防水无法解决根本积水问题。沈宁淡然回应，地势缺陷是购房时理应考量的问题，不该由他人买单。后续1周天气晴朗无雨，但林小燕依旧不得安宁。围栏彻底拆除后，他家大面积违建阳光屋完全暴露，在小区内格外刺眼，再也无法隐藏。物业巡查人员很快发现这处违规建筑，核实其为42平方米永久性钢结构建筑，且无任何承建审批备案手续，属于明确违章搭建。执法人员上门核查整改，林小燕极度抵触，拒不配合，还质疑物业和执法人员刻意针对自己。在得知是常规巡查发现违建后，他依旧偏执地认定是沈宁暗中举报报复，上门当众质问，指责沈宁格局狭小。沈宁冷静澄清事实，明确告知林小燕，此前自家围栏一直为他遮挡违建，围栏拆除后问题自然暴露，全程是物业常规巡查履职，并非自己刻意报复。执法人员随后依法下达整改通知书，给予林小燕15天自行拆除期限，逾期将强制执行。围观业主看清始末后，纷纷议论，直言是林小燕小题大做，恶意挑事，最终自食恶果。为保住违建阳光屋，林小燕再次上门纠缠，拿着签字文件要求沈宁签字同意保留违建。沈宁果断拒绝，并说明缘由。林小燕的阳光屋距离自家地界仅70公分，远低于1.5米的法定建筑间距标准，公然侵占自家日照权与通风权，属于不合规搭建，自己绝不会签字认可。诉求被拒的林小小恼羞成怒，反复放狠话，扬言沈宁必定会为自己的决定后悔。沈宁淡然回应，所有后果都是林小燕当初恶意举报，步步紧逼造成的，一切皆是因果循环。整改期限第16天，城管部门出动4辆执法车辆，带领施工队上门强制执行拆除作业。刺耳的切割声、玻璃碎裂声持续回荡在小区内。沈宁安静坐在自家院内喝茶，平静看着全程。林小燕看着耗费心血搭建的阳光屋被彻底拆除，化为一堆废料，当场崩溃痛哭。方建平不停打电话寻求补救办法，却终究无力回天。短短2小时，整处违建被彻底清零。执法人员确认整改完成后，结束了本次作业。邻里风波落幕，沈宁随即着手规划自家院落，定制了带自动喷灌、景观灯带的下沉式花园方案，敲定下周开工，硬装预算15万，由朋友免费提供设计服务。小区邻居见状纷纷夸赞精致，主动索要设计师联系方式。有相熟的邻居偶遇沈宁，主动为林小燕说情，告知她林小燕本性不坏，只是嘴碎冲动，还透露林小燕家地下室长期积水发霉，居住环境极差，恳求沈宁通融修复排水沟。沈宁态度明确，公共排水问题理应由物业或市政负责，并非个人责任。他坦言，当初自己自费修建排水设施无人感恩，拆除时无人惋惜，如今设施消失，本就是合规整改的正常结果，自己不会再插手。没过多久，沈宁收到一封律师函，林小燕夫妇以恶意拆除排水设施，造成不动产受损为由，要求沈宁恢复设施原状，并赔偿12万元损失。沈宁立刻咨询专属律师周博文，律师看完材料后明确告知，该律师函不具备法律效力，纯属对方恐吓。律师梳理了3大核心合规依据：其一，排水设施建于沈宁自家土地，他拥有合法修建与拆除的权利；其二，该设施已被认定为违建附属物，拆除属于依法整改；其三，邻里相邻权仅约束人为改变自然水流的行为，无需为邻居专属修建排水设施，沈宁仅恢复地貌，
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，完全无需担责。若对方起诉，可全权应诉抗辩。与此同时，林小燕在业主群煽动舆论，抹黑沈宁仗势欺人，恶意损害邻居权益。但多数业主看清前因后果，纷纷反驳，点名是林小燕率先恶意举报，过错在先。随后，方建平主动出面和解，坦言律师函是妻子私自发出，已勒令撤回，愿意出价8万元补偿沈宁，了结所有纠纷。沈宁明确告知对方，整件事与金钱无关。他入住小区3年，低调安分，从不惹事。当初修建围栏，只是为了遮挡西侧正对邻居的窗户，隔绝噪音，安稳居住了2年。而矛盾的真正开端是林小燕家加装户外电梯打桩震动，震裂了自家围栏底座。自己向物业求助无果后，反被对方恶意举报围栏违建。沈宁坦言，自己当初坦然配合拆除，早已预判所有结局。围栏拆除则排水沟消失，林小燕家必遭积水之灾；围栏拆除则违建暴露，阳光屋必被查处。所有后果都是对方咎由自取。为解决积水难题，方建平尝试了所有可行方案，向南侧邻居借的铺管被拒，向东侧公共绿化带开挖被物业告知需业委会2/3业主同意，无法审批。万般无奈下，施工方给出最后方案，从北侧山坡市政排洪渠接管，但北侧地势更高，需加装大型提升泵，整套设备，施工总造价高达32万元。高额成本让方建平难以承受，林小燕更是崩溃大哭，满心怨怼却无处发泄。邻居将此事告知沈宁，感慨林小燕因5公分的围栏瑕疵内耗3个月，最终得不偿失，损失惨重。同时好奇沈宁是否早已预判全局，质疑他的真实身份。沈宁只是淡然回应，自己只是普通代码从业者，只是看待事情更为通透。不甘落败的林小燕最终正式向法院立案，起诉沈宁侵犯相邻权，诉求恢复排水设施，赔偿12万元损失，并由沈宁承担全部诉讼费。沈宁的律师周博文梳理完全部证据后，建议立刻发起反诉。反诉理由完整且证据充足。第一，林小燕家电梯施工在先，在围栏被认定违建前就已震裂沈宁的私人设施，存在明确侵权行为。第二，林小燕的阳光屋长期侵占沈宁采光、通风权益，侵权事实真实存在。依托监控视频、物业记录、城管执法存档等完整证据链，胜诉概率极高，可追索围栏修复费、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15万元左右。沈宁当即敲定反诉方案。得知被反诉后，方建平再次上门求和，希望双方双向撤诉，私下和解。沈宁明确表态，林小燕率先起诉，只要对方撤诉，自己便可撤回反诉。但排水沟问题没有任何协商余地，绝不会再次修建。方建平无奈感慨沈宁难以相处，沈宁坦然回应，自己向来好相处，从不主动招惹他人，所有纷争皆是对方主动挑起。没过多久，林小燕情绪失控上门闹事，无端指责沈宁暗中举报其丈夫公司，导致税务局上门稽查，认定沈宁刻意打压自家生意，赶尽杀绝。沈宁冷静作出回应，自己从未接触，更未举报对方公司。税务稽查是年度随机抽检的常规合规工作，与个人无关。企业只要合规经营，便无需畏惧核查。即便解释清晰，林小燕依旧拒不接受，在小区内四处散播谣言，抹黑沈宁背景特殊，蓄意欺压普通业主。之后，方建平单独约谈沈宁，主动提出撤诉认栽，自行承担所有排水整改成本。同时满心疑惑，不解居家办公、不社交的沈宁，为何能入住千万别墅，聘请50万门槛的顶尖律师？猜测他是高估值科技公司的隐形股东。交谈期间，沈宁接到公司通知，团队顺利完成12亿估值的 B 轮融资，由红松资本领投，后续可远程完成签约。沈宁心生感慨，有人为几公分的瑕疵、琐碎的邻里纠纷耗尽精力，格局狭隘，而自己早已奔赴更广阔的事业赛道。随后，他敲定和解方案，对方撤诉，自己便同步撤回反诉，彻底了结官司。风波稍定后，红景集团的魏国良主动上门拜访。他是方建平的亲大哥。魏国良坦言，自己早已查清沈宁的身份，他是云影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TO， 个人持股34%，身价超4亿。此次上门并非为弟妹纠纷说情，而是诚意洽谈商业合作。红景集团明年12个智慧社区楼盘项目，选定云影科技为最优合作方，项目合作金额超3000万。沈宁冷静权衡后，直言点破对方兼顾探底与合作的目的，随即表态可以正常对接商务合作。但要求魏国良必须约束好方建平、林小燕夫妇，杜绝一切后续骚扰，邻里纠纷彻底翻篇。魏国良欣然应允，承诺严加管教弟妹。可没过多久，林小燕便带着蛋糕上门示好道歉，态度卑微求和。沈宁一眼看穿，这份道歉并非真心悔过，
而是对方得知自己实力与合作项目后，迫于魏国良的压力刻意妥协。他直接拒绝虚假示好，明确区分真心认错与利益妥协，不愿维系表面和睦的邻里关系。魏国良得知后主动致歉，承认考虑不周。沈宁再次明确，商业合作与邻里矛盾彻底分割，互不捆绑，只要对方安分守己，合作便可顺利推进。看似风波平息，邻居却私下提醒沈宁，林小燕心胸狭隘，记仇善妒，表面安分退让，私下仍在伺机报复。此前曾在美容院扬言要查出沈宁公司漏洞，伺机打压。沈宁立刻安排团队核查，果然发现异常，一家无备案的空壳自媒体假意申请深度专访，实则恶意打探公司内部信息。溯源后确认，该媒体由林小燕的表弟钱之远操控。紧接着，公司收到匿名举报邮件，恶意捏造云影科技存在数据安全漏洞、违规运营等问题，向网信部门诬告抹黑。团队核查确认，举报内容纯属杜撰，撰写者甚至不懂基础互联网协议，仅照搬公开文档编造虚假漏洞，完全是恶意诬告。虽然公司早已通过等保3级认证，合规手续齐全，但此次举报会触发1到2个月的合规核查流程，极易让合作方产生观望情绪，直接影响与红景集团的千万级合作，干扰公司正常经营。沈宁彻底明晰对方的恶意，邻里纠纷占不到便宜，便刻意抹黑企业，破坏商业发展。他随即告知魏国良，对方的行为已超出邻里矛盾范畴，属于恶意干扰商业经营，诬告企业。法务团队已启动核查，评估刑事追责流程。同时，沈宁安排团队整理全套合规资质、审计报告、安全认证材料，主动同步给红景集团，坦荡接受核查，彻底粉碎恶意抹黑。周律师跟进案件后告知沈宁，匿名举报虽隐蔽，但邮件 IP 可精准溯源，完整证据链可锁定钱之远及背后的林小燕，对方行为已涉嫌诬告陷害，损害商业信誉，情节属实，可追究刑事责任。沈宁态度淡然，自己早已多次退让，仁至义尽，对方步步紧逼，执意滋事，所有法律追责都是其自作自受，咎由自取。